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的行为而感到内心燃烧着无法遏制的愤怒？也许是一位同事为了晋升而背叛了你的信任，也许是你的伴侣违背了你们之间珍贵的承诺，又或者只是一个陌生人在街上对你莫名其妙的粗鲁相待。在那些时刻，我们的心中充满了不公的痛苦，我们会迅速给这些人贴上坏人、邪恶或恶毒的标签。我们坚信他们是故意选择伤害我们，这种信念就像一支毒箭，在我们的伤口中溃烂，夺走了我们内心的平静。但你是否曾经停下来思考过，也许我们对情况的诊断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如果真正的邪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存在，而我们所感知到的恶意实际上只是一种悲剧性的盲目呢？想象一下，你走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突然有人猛烈地撞了你一下，导致你的东西掉了一地。你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一阵烦躁或愤怒，你转过身准备大声斥责，但随后你看到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根白手杖，戴着墨镜，他是一位盲人。瞬间你的愤怒蒸发了，取而代之的是理解甚至同情。为什么？因为你意识到他并不是选择撞你，他只是缺乏正确导航世界的视觉能力。斯多葛学派要求我们将这种完全相同的逻辑应用于周围所有人的道德行为上。他们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就像盲人看不清物理道路一样，恶人也看不清道德的道路。这个概念深深植根于苏格拉底的教导，并由艾比克泰德和马可·奥里略等斯多葛哲学家完善。它表明没有人会明知故犯地选择对自己有害的事物。这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不是吗？我们每天都看到有人偷窃、撒谎和杀戮，我们怎么能说他们不是在选择邪恶？斯多葛学派的洞见在于，每个人，即使是罪犯，都是被一种对善的渴望所驱动的，只是他们对什么是善有着根本的误解。小偷认为金钱是善，值得冒险；说谎者认为避免羞耻是善。他们不是为了邪恶而追求邪恶，他们是在追求一种错误定义的幸福。他们是在追逐海市蜃楼，却确信那是水源。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人际关系的景观就会完全改变。我们不再将敌人视为电影中的反派，而是开始将他们视为医院里的病人。他们的粗鲁，他们的攻击性，他们的欺骗，这些不是力量的展示，而是灵魂疾病的症状。对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美德和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财富、名声、快感的无知，导致他们做出了灾难性的判断错误。他们为了短暂的外部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正直，这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善。在斯多葛学派的眼中，这样的人不应该被憎恨，而应该被怜悯，因为他们失去了人类最宝贵的财产，一个健康理性的心智。曾是奴隶的伟大哲学家艾比克泰德反复强调这一点。他教导说，就像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发烧或跛脚而生气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判断能力受损而生气。当有人对你不好时，他们是在一种错误的印象下行事，认为伤害你对他们有益，或者认为他们的愤怒是正当的。他们被困在自己的妄想中。如果你以愤怒回应，你只是在他们的错误之上加上了你自己的错误，你变成了第二个跌跌撞撞的盲人，撞上了第一个盲人，制造了一堆混乱。为了保持你的斯多葛式平静，你必须学会正确地诊断他们的行为。对他来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试想一下，这能从你的肩上卸下多么巨大的重担。你不再需要将侮辱视为针对个人的，因为他们实际上与你无关。侮辱仅仅是侮辱者自身无知和缺乏品格的揭示。当有人对你大喊大叫时，他们是在暴露自己无法控制激情的无能，他们是在向你展示他们的伤口。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每天早上都提醒自己，他会遇到爱管闲事、忘恩负义、傲慢、不诚实、嫉妒和乖戾的人，但他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注脚：他们中没有人能伤害我，因为没有人能把我卷入可耻的事情中。他知道他们的本性与他相同，但他们在无知的迷雾中迷失了方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受气包，或者允许不公正肆虐。理解凶手是出于无知而行凶，并不意味着我们让他自由游荡。
我们限制它，就像我们隔离一个患有传染性危险病毒的人一样。但我们这样做时，心中没有仇恨的毒药。正义是一种美德，但复仇是一种激情。斯多葛学派寻求正义是为了纠正错误并保护社区，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报复渴望。我们的行动要像外科医生切除肿瘤一样精准，而不是像野蛮人挥舞斧头那样充满愤怒。这种区别很微妙，但这正是圣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无知之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以为自己在赢，其实他们正在毁灭自己。他们用自己的宁静、尊严以及与神圣理性的连结，去交换暂时的快感或自我的膨胀。他们就像用钻石交换糖果的孩子，认为自己做了一笔好买卖。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这样做，你不会感到怨恨，你会为他们的缺乏理解而感到深深的悲伤。这就是我们必须培养的上帝视角。当你看着腐败的政治家或虐待狂的老板时，试着看到他们内心那个恐惧、困惑的孩子，那个认为权力或金钱最终会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孩子。但最危险的无知形式不在于他人，而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将聚光灯转向内心。我们自己有多少次是出于无知而行动？有多少次我们因为疲惫而对所爱的人发火，将身体的不适误认为是生气的理由？有多少次我们为了掩盖错误而撒谎，因为我们害怕批评将名声与真正的价值混淆？斯多葛的道路需要一种严格的、近乎残酷的诚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也患有这种盲目症，我们也将无关紧要的事物误认为是善。承认我们自己犯道德错误的能力是真正谦逊的基础，也是通往真正自我提升的唯一途径。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剖析这种道德无知的解剖结构，我们将探讨如何识别他人的无知，以保护我们的平静。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根除。我们不会只谈论理论，我们将通过古代斯多葛学派使用的实用练习，来纠正他们的判断，并治愈他们的盲目。在这段旅程结束时，你将拥有一双新的眼睛。你将不再把世界看作是善与恶的战场，而是一所学校。有些学生正在学习，有些正在不及格，而你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你通过自己的考试。让我们开始这场视觉的转变吧。如果要真正理解为什么斯多葛学派坚持认为无人自愿作恶，我们必须深入探究人类思维运作的机械原理。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口号，它是对人类心理学的一种精确观察。想象你的大脑是一个繁忙的法庭，每一秒钟，外界的事件都在呈堂供证。有人骂你，这是一个事件；你觉得受伤，这是一个判断。斯多葛学派的核心教义告诉我们，错误并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法官，也就是你的理性，如何对这些证据做出裁决。那个伤害你的人，他的内心法庭发生了误判，他错误地认为攻击你是获得优越感或保护自我的必要手段，这是一个计算错误，就像数学家在解题时写错了一个小数点，导致整个结果崩溃一样。苏格拉底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悖论，既然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和美好的生活，那么没有人会故意选择让自己痛苦或变坏的道路。那么，为什么暴君会施行暴政？为什么骗子会欺诈？因为在他们扭曲的逻辑中，他们相信这些行为能带来好处。暴君认为权力就是至善，骗子认为不劳而获是聪明。他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利益有着灾难性的无知。这种无知不是缺乏书本知识，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罪犯依然可能是一个道德上的文盲，而是缺乏对灵魂价值的认知。他们就像是把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误认为是钻石的孩子，为了保护这些玻璃碎片，他们不惜伤害他人，却不知道自己丢弃了真正的宝石——良知。艾比克泰德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心理工具来应对这种情况，那就是理解印象与同意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人对你行恶时，他是基于一种印象在行动，即这样做对我有好处。他的理智虽然是受损的，对这个印象给予了同意。如果你期待他违背自己的判断行事，那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个人不可能看见墙是白的，却真心相信它是黑的。
同样，如果一个人确信复仇是甜蜜的，他就不可能选择宽恕。因此，当你面对恶行时，不要感到惊讶。你应该对自己说，在他看来，事情就是这样。这句话具有魔力，它能瞬间切断你愤怒的导火索，将原本的人身攻击转化为对人类认知缺陷的客观观察。让我们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剖析这种机制。假设有一个小偷潜入你的家中，偷走了你的电视。在世俗的眼光中，你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但在斯多葛的眼光中，情况恰恰相反。小偷为了得到一台价值几千块的电子产品，支付了什么代价？他支付了自己的诚实、自尊、内心的安宁，以及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这是一笔极其糟糕的交易。他以为自己赚了，其实他亏得血本无归。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对他的愤怒会转化为一种带有优越感的怜悯。你是一个清醒的人，看着一个醉汉在做亏本生意，你为什么要对一个正在毁掉自己生活的人感到愤怒呢？这种价值观的错位是所有道德错误的根源。斯多葛学派将事物分为3类：善、美德、恶、恶习和中性物、财富、健康、名声等。大众的悲剧在于，他们将中性物提升到了善的地位。他们认为拥有金钱是绝对的善，失去名声是绝对的恶。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分类错误，驱使他们撒谎以获取金钱，或杀人以维护名声。如果你能看穿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他们的行为虽然可恶，但其动机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对快乐的本能追求走入了歧途。他们不是在与你作对，他们是在与现实作对，而在这场战斗中，他们注定是输家。马可·奥里略经常提醒自己，这些作恶者是我们在宇宙中的亲属。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情感上亲近他们，而是承认我们共享同一种理性的本性，只是他们的理性生病了。想象你是一个健康的人，正试图帮助一个在发高烧时胡言乱语的病人。病人可能会尖叫，可能会打人，可能会指责你想害他。你会因此而恨他吗？不会。你知道这是病毒在说话，而不是他。同样，当你的老板无理取闹，或你的亲戚刻薄尖酸时，那是他们的无知病毒在发作。如果你以同样的尖酸刻薄回应，那么恭喜你，你也感染了病毒。你放弃了自己的健康，选择了和他们一起在泥潭中打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区分伤害和损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斯多葛区分。别人可以对你的身体、财产或名声造成伤害，就像那个撞到你的盲人或偷走你电视的小偷，但是没有人能对你的灵魂造成损害，除非你允许他们这样做。真正的损害发生在你的品格被玷污时。当你因为别人的恶行而变得怨恨、恶毒或恐惧时，那个侮辱你的人并没有把丑陋放进你的心里，是你通过愤怒的反应亲手打开了心门，让丑陋住了进来。只要你保持理性的判断，拒绝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你就依然是完好无损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多葛哲学强调控制2分法在道德判断中的应用。我们无法控制他人的无知，这是属于他们的事情，但我们绝对可以控制我们对这种无知的解读，这是属于我们的事情。当我们试图纠正一个不想被纠正的人时，我们往往会感到挫败。艾比克泰德警告我们，不要试图向普通人解释哲学，而是要在行动中展示它。当面对无知时，最好的回应不是辩论，不是说教，而是展示出一种不可动摇的平静。这种平静本身就是对他们错误价值观最强有力的反驳。你的存在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的混乱。虽然这可能会让他们更生气，但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的本能反应是防御性的。当自尊心受挫时，我们的小我会尖叫着要求复仇。这时候，我们需要练习一种延迟同意的技术。当强烈的情绪如被羞辱的愤怒袭来时，不要立刻同意这个情绪是正确的。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印象，并不一定是事实。给自己时去审视这个印象，问自己，这个人是在攻击我，还是在表达他自己的痛苦？
他在追求什么错误的目标。当你插入了这个理性的暂停键，你就打破了从刺激到反应的自动化链条，你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观察者。我们还要警惕一种傲慢的陷阱。当我们说别人的错误源于无知时，很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是开悟的圣人，而其他人是愚昧的众生。这种傲慢本身就是一种无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自己也经常是无知的受害者。我们是否也曾经为了面子而撒谎？是否也曾经因为贪图安逸而逃避责任？区别仅仅在于程度，而不在于本质。承认我们都处于从无知到智慧的漫长光谱上，能让我们对他人的过错保持一种谦逊的耐心。这种耐心不是软弱，它是建立在深刻自我认知之上的力量。此外，这种视角能将我们从受害者心态中解放出来。受害者总是问，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这是一个死胡同。斯多葛主义者问这个人基于什么样的错误判断做出了这个行为，我该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来锻炼我的耐心？前者通向怨恨的深渊，后者通向智慧的高地。每一个无知的人实际上都是你的私人教练，他们免费为你提供锻炼心智肌肉的机会。如果你能这样想，你甚至会对生活中那些最难相处的人产生一丝感激，不是感激他们的恶行，而是感激他们为你提供的考验。最后，我们要明白，这种对道德无知的理解，并不是要我们原谅一切罪恶而不采取行动。斯多葛学派是行动的哲学。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我们当然应该制止罪犯，解雇不称职的员工，或远离有毒的关系。但关键在于我们行动背后的质地。我们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这是理性和正义的要求，而不是因为我们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像一个法官宣判刑罚时，他是冷静、客观且公正的，他并不恨站在被告席上的罪犯。这种不带恨意的正义，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摆脱情绪奴役的终极自由。深入理解这一切后，你会发现世界变得安静了许多。那些曾经让你血压升高的噪音，现在听起来只不过是人类无知的背景杂音。你不再期待疯子表现的理智，不再期待无知者表现得智慧。你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你希望它的样子。这种接受不是无奈的妥协，而是一种强大的战略优势。当别人在情绪的风暴中被吹得东倒西歪时，你像一块磐石，稳固地扎根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之中。现在，我们已经剖析了他人行为背后的无知机制，并且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的内心不受侵犯。但是，理论只是地图，不是疆域。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进一步探讨具体的现代化的斯多葛练习。我们将看看如何在这个充满噪音、社交媒体激怒和现代焦虑的世界里，运用这些古老的智慧来导航。如果不将这些洞见转化为肌肉记忆，它们就毫无用处。准备好，我们即将进入将哲学转化为实战的关键阶段。我们已经谈论了古代的智慧，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与马可·奥里略截然不同的世界。今天，我们的无知不仅仅是人性的缺陷，它还被工业化、算法化，并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想象一下，如果斯多葛哲学家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交媒体，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看到一个充满了自愿盲目的斗兽场。在网络上，人们躲在匿名的面具后，互相投掷恶毒的评论。这不正是艾比克泰德所描述的灵魂的疯狂吗？这些网络喷子深信通过羞辱他人能获得某种力量感或优越感，这是一种深层次的道德无知。他们误以为伤害他人能带来自我价值，他们在数字的幻觉中追逐着虚荣的泡沫，却在现实中腐蚀着自己的品格。现代科技虽然便利，但也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来剥夺我们的理性。算法的运作机制正是利用了斯多葛学派警告我们要避免的冲动。每一个通知，每一个红点，每一个自动播放的影片，都是为了绕过我们的理性判断，直接刺激我们的原始欲望。当你无意识地刷了2个小时的手机，你实际上是在践行一种无知的生活方式。
你将宝贵的时间、你的生命交易给了毫无意义的碎片信息，你误以为这些信息是重要的、善，或者害怕错过它们是糟糕的事儿。这种价值判断的混乱导致了现代人普遍的焦虑与空虚。我们在信息上是富翁，在智慧上却是乞丐。让我们看看现代消费主义是如何利用我们的道德无知的。广告行业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日夜不停地制造错误印象。它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这辆车、这款包或这种身材，你就是不完整的。它试图植入一个观念，幸福来自于外部事物。斯多葛学派会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谎言，依赖身外之物来获得满足，就像试图用盐水止渴。当我们为了购买不需要的东西而拼命工作，甚至牺牲健康和陪伴家人的时间时，我们就是在犯下最大的道德错误，为了无关紧要之物牺牲了真正的善。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只是被误导的朝圣者，在错误的神庙里膜拜。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仅要对他人的无知保持宽容，更要对自己的无知保持警惕。我们经常陷入一种义愤的陷阱，当我们看到新闻中的不公或网上的愚蠢言论时，我们会感到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感觉很棒，它让我们觉得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但斯多葛学派警告我们，这种情绪往往也是一种伪装的无知。为什么？因为我们误以为我们的情绪爆发能改变世界，或者认为我们的愤怒本身就是美德的证明。实际上，愤怒蒙蔽了我们的判断，让我们失去了解决问题所需的冷静。我们变成了我们所反对的混乱的一部分，只是换了一个立场而已。那么，在这个充满噪音的现代世界，我们如何运用斯多葛的解药呢？第一个工具是神圣的停顿。在现代生活中，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距离几乎消失了。收到邮件，立刻回复；看到评论，立刻反击。你需要强行插入一个缓冲区。当你感到被冒犯或被诱惑时，对自己说：等待一下，让我看看你是什么。你不一定是你所展现的样子。不要相信你的第一反应。你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你的生物本能或社会编程在说话，那是无知的声音。只有第二反应、第三反应，经过理性过滤后的反应，才是真实的你。这个简单的停顿就是从无知走向智慧的桥梁。另一个强大的现代练习是视角切换。当你在交通拥堵中，前面的车突然插队，你的本能是愤怒。现在试着重写这个故事。也许司机正在赶往医院见临终的亲人，也许他刚刚失业，心神不宁，或者也许他就是一个自私的混蛋。斯多葛学派会说，无论哪种情况，这都与你无关。如果是前者，你该同情；如果是后者，你该怜悯他的品格缺陷。通过主动选择一个宽容的解释，你并没有改变事实，但你改变了事实对你的影响。你保护了自己的灵魂不受路怒症这种短暂疯狂的侵蚀。这不是自欺欺人，这是一种高阶的心理防御术。我们还必须学会识别控制的边界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在现代职场中，我们经常因为同事的无能或老板的苛刻而感到痛苦。我们花费无数个小时抱怨、八卦，试图修复他们。这是对精力的巨大浪费，源于我们无知地认为我们可以控制他人的行为。艾比克泰德会建议我们专注于扮演好你的角色。如果你的角色是员工，那就尽可能专业的工作；如果你的角色是管理者，那就尽可能公正的指导。至于他们是否领情，是否改变，那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当你放弃了控制他人的执念，你就切断了焦虑的根源。你不再是一个祈求他人改变的乞丐，而是一个掌控自己行为的国王。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现代语境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自己思想的审计员。我们需要每天进行晚间反思，这是斯多葛学派的经典练习。在睡前，关掉所有的屏幕，问自己3个问题：我今天哪里做错了？我有没有出于无知而发火？我哪里做对了？我有没有在诱惑面前保持了理性？我有什么遗漏的任务？我有没有忘记我作为人的职责？这不是为了自我惩罚，而是为了数据分析。通过分析你的道德错误，你就能识别出你无知的模式。也许你会发现，你总是在饥饿时容易生气，
或者在面对权威时容易撒谎。只有看到这些模式，你才能打破它们。我们还需要警惕比较这个现代瘟疫。社交媒体让我们不断地与他人的高光时刻进行比较。当你看到别人升职、旅游、结婚，你会感到嫉妒或失落。斯多葛学派认为，嫉妒是基于一种极其愚蠢的判断，认为别人的外部幸运减少了你的内部价值，这是毫无逻辑的。别人的光芒不会让你的光芒暗淡，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的品格，而不是你的排名。当你嫉妒时，你是在承认你更看重别人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的理性，这是一种自我羞辱。要治愈这种无知，你需要转向内部，欣赏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你的理智，你的意志，你此刻的生命。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点是，我们自己也经常是别人故事里的反派，这是一个令人谦卑的认识。在某个时刻，我们也是那个粗鲁的司机，那个忘恩负义的朋友，那个冷漠的路人。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并不是想做坏人，我们只是在应对自己的压力、恐惧或疲惫。我们希望别人能理解我们的苦衷，能原谅我们的无心之失。既然我们对自己有如此多的同情，为什么对别人却如此吝啬呢？将心比心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一种理性的逻辑。如果你能原谅自己的无知，你也应该能原谅他人的无知。此外，现代社会鼓励我们随心所欲，跟随感觉走。斯多葛主义则说，不要做你感觉的奴隶，感觉是不可靠的向导，它们受天气、荷尔蒙、睡眠和昨晚的晚餐影响。如果你因为感觉不好而对伴侣大吼大叫，你就是让生理反应绑架了你的道德判断。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能够在想做和该做之间做出理性的选择。当你能在愤怒燃烧时选择沉默，在恐惧袭来时选择前进，在诱惑面前选择节制，你就在战胜无知。这种自我主宰的快感，远比任何放纵带来的快感都要持久和深刻。我们还要谈谈对未来的无知。我们焦虑，因为我们担心未来会发生坏事。但斯多葛学派告诉我们，这种焦虑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未来的我们会无法应对。塞内卡说，不仅要计算未来的灾难，也要计算你的防御能力。你过去已经度过了无数的困难，是什么让你认为你无法度过下一个？焦虑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遗忘，是对命运的一种不信任。真正的智者知道，无论未来抛给他什么，他都拥有将其转化为优势的工具。理性消除对未来的恐惧，就是消除了对时间本质的一种无知。最后，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是胜利。在现代社会，胜利意味着击败对手，获得财富。在斯多葛哲学中，胜利意味着击败自己的无知。当有人侮辱你，而你微笑着不予理会时，你赢了。当世界试图让你疯狂，而你保持理智时，你赢了。这是一场隐形的战争，战场就在你的头脑里。你的对手不是那个讨厌的同事，而是你内心那个想要爆发的冲动。每一次你选择理解而不是评判，选择平静而不是混乱，你就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一场战役。这种修行是艰难的，它是反直觉的，它是反文化的。在这个推崇速度和反应的时代，斯多葛主义要求我们慢下来，深入思考。但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得斯多葛式的心灵在今天变得无比珍贵。一个不被环境左右的人，一个能看穿他人恶意背后痛苦的人，一个拥有不可动摇内核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真正的贵族。而这一切的高贵都始于一个简单的认知：原谅他们的无知，同时治愈你自己的无知。现在我们已经装备了强大的心理工具，也看清了现代社会的陷阱。我们明白了恶行源于判断的错误，源于价值观的颠倒，但这一切思考最终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在最后的篇章中，我们将把视野拉高，从宇宙的维度来审视这一切。我们将学习如何用死亡作为透镜，来彻底粉碎我们对微不足道之事的执着，并找到一种永恒的、不可撼动的宁静。现在，让我们进行最后一次，也是最宏伟的一次视角切换。请闭上眼睛，想象你的意识离开了身体，穿过屋顶，
升入高空。你看到你的城市像一张地图，人们像蚂蚁一样在街道上匆忙穿梭。再升高一点，你看到了整个国家，然后是整个地球，一个悬浮在无限黑暗宇宙中的蓝色小点。从这个高度看，刚才那个在办公室激怒你的同事在哪里？那个在网上羞辱你的陌生人在哪里？他们只是尘埃上的微尘。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尺度下，我们所谓的冒犯和不公显得如此渺小，甚至有些荒谬。斯多葛学派称之为柏拉图式视角。当你意识到地球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点，而我们在上面争夺的所谓领土或荣誉不过是蚂蚁在争夺面包屑，原本令人窒息的愤怒就会瞬间消散。这种宏观视角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渺小，更是为了揭示我们之间深刻的联系。马可·奥里略优美地写道，我们是为了合作而生的，就像脚、手、眼皮或上下排的牙齿一样。想象一下，如果下排牙齿因为生气而试图咬碎上排牙齿，那是多么疯狂的自毁行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个有机体的一个细胞。那个伤害你的无知者其实是你生病的同胞细胞，攻击它就是攻击你自己所属的身体。当你理解了这种宇宙的同情，你对它的敌意就会转化为一种对肢体坏疽的悲哀。你不会恨坏疽，你会试图治愈它，或者至少防止它扩散，但你绝不会对它咆哮。进一步思考，这种无知的最终解药是死亡的必然性，这就是著名的以此为鉴，人终有一死。试着想象那个让你恨之入骨的人，想象他在50年后的样子，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躺在病床上，皮肤松弛，呼吸艰难，所有的野心、傲慢和恶意都已化为乌有。在那一刻，他曾经给你的羞辱还重要吗？他曾经偷走的钱财还有价值吗？死亡将一切都归零。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是垂死之人，都在排队等待永恒的虚无时，愤怒就显得是一种极其昂贵且愚蠢的情感浪费。我们就像两艘在暴风雨中即将沉没的船上的水手，居然还在互相争吵谁占了谁的铺位。历史的长河也证明了这一点。想想古代那些伟大的皇帝和他们卑鄙的敌人，他们互相憎恨，互相发动战争，为了荣誉而流血。现在他们在哪里？他们都变成了历史书上模糊的名字，甚至连名字都被遗忘了。他们的愤怒，他们的焦虑，他们的胜利都已经随风而逝。马可·奥里略经常提醒自己，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马夫在死后达到了同一个状态。如果你明白，无论是你还是伤害你的人，很快都会被彻底遗忘，你就会发现，花费宝贵的生命去记恨一个注定要消失的人，是多么的不合逻辑。既然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为什么不选择让这短暂的旅程充满平静，而非争吵呢？这种对死亡的沉思，并不是要让我们陷入虚无主义的绝望，相反，它是为了唤醒我们对当下的热爱。既然生命如此短暂，既然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恶魔和命运搏斗，我们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善待彼此。塞内卡说，生命太短，短到来不及做完必须做的事，更不用说浪费在愚蠢的争吵上了。当你用死亡作为背景板来衡量他人的过错时，你会发现那些过错虽然客观存在，但在主观上已经不再值得你动怒。你开始对那些陷入贪婪、愤怒和无知的人产生一种深刻的宽容，因为你知道他们正在浪费他们仅有的一次生命，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这将我们带回了斯多葛哲学的核心，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你自己的品格。世界可能充满了疯狂，人们可能充满了恶意，但这都不能成为你变坏的借口。马可·奥里略有一个美丽的比喻，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或做什么，我必须是翡翠，保持我的颜色。翡翠不会因为有人骂它丑陋而变得不绿，也不会因为有人赞美它而变得更绿。它的价值在于它的本质，不在于外界的评价。同样，你的价值在于你的美德。如果因为别人对你无礼，你就变得刻薄，那你就变成了一块随波逐流的染布，而不是一块坚定的宝石。我们必须放弃一种幻想，那就是等待世界变得完美，等待所有人都变得理智和善良。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它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在充满荆棘的现实中，
如果你因为踩到荆棘而诅咒自然，那是你的愚蠢。斯多葛主义者穿上理性的鞋子，在荆棘中行走而不受伤。我们不要求这条路平坦，我们只要求我们的脚步坚定。不要等待别人先道歉，不要等待别人先变好。若是你想要正义，就去做正义的事；若是你想要仁慈，就去行仁慈的举动。做那个在黑暗房间里点亮蜡烛的人，而不是那个抱怨黑暗的人。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极大的勇气。在这个推崇受害者叙事、鼓励情感宣泄的时代，选择斯多葛式的克制和宽容是一种反叛。这意味着你要拒绝喝下社会递给你的毒药，那杯名为怨恨的鸡尾酒。当你选择不被激怒，当你选择用理性的眼光看待那个无知的侵犯者时，你就在宣告你的自由。你不再是环境的奴隶，不再是他人情绪的木偶。你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灵魂，你的内心城堡固若金汤，任何无知的工程锤都无法撼动你的城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变得冷漠无情，像石头一样。相反，斯多葛式的爱是深沉而普世的，因为我们理解了人类的软弱和无知，所以我们能给予最深切的关怀。我们像一位耐心的老师对待顽皮的学生，像一位慈爱的医生对待痛苦的病人。我们在心里为他们保留一个位置，但我们绝不允许他们的病毒感染我们。这种有距离的爱既保护了我们自己，也为对方保留了改变的可能性。也许有一天，你的平静会震撼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荒谬。也许不会，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守住了你的道。我们还要警惕一种精神上的傲慢。当我们学习了这些道理，很容易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陷阱。记住，我们每一天都在与自己的无知做斗争。我们今天保持了冷静，明天可能就会失控。斯多葛是一条没有终点的修炼之路。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是进步者。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战场，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新的考试。保持谦逊，承认我们也可能成为别人故事里的那个无知的人，这能让我们保持警惕，并对他人保持真实的同理心。让我们把这个哲学带入实际生活中。下次当你感到愤怒的火花在胸中点燃时，试着做这个练习，深呼吸，然后对自己说，这个人以为他在做对他有益的事，但他错了，他是道德上的盲人。我不会生气，因为我看得见。这一句话就像一道咒语，能瞬间切断情绪的连锁反应。然后问自己，这件事在100年后还重要吗？如果不重要，那就现在把它放下。不要让不重要的人事物占用你宝贵的心智频宽。你的心灵是神圣的殿堂，不要让它变成垃圾场。在这个充满噪音、冲突和误解的世界上，斯多葛哲学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但这个避难所不是用砖块建造的，而是用原则建造的。它建立在恶行源于无知这个深刻的理解之上。当你真正内化了这一点，你就获得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你可以走进地狱，却不被火焰灼伤；你可以身处混乱，却心如止水。这就是古代哲学家送给我们的终极礼物，一种无论外在环境如何，都能在内心找到幸福的能力。现在回想一下你开始观看这个视频时的心情，也许你带着委屈，带着对某人的不满。现在试着用我们刚刚打磨过的斯多葛透镜去重新审视那个人。你看到的还是一个恶魔吗？还是一个迷失的孩子？你的愤怒还像火焰一样燃烧吗？还是在理解的冷水中冷却了？这就是哲学的力量，它不改变世界，但它改变了你。而当你改变了，你的世界也就随之改变了。这场旅程的终点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成熟的人类，一个理解人性光辉与阴暗的人，一个能够包容不完美的人，一个在风暴中依然屹立不倒的人。我们无法消除世界上的无知，就像我们无法消除黑夜，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灯塔。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和美德为这世界投射出一束光。这束光或许能照亮别人的路，但最重要的是，它一定能照亮你自己的路。最后，我想邀请你进行一个小小的实验。在接下来的1周里，把你遇到的每一个让你生气的人，
都视为一个为了测试你的哲学修养而被派来的演员，把每一次冲突都当作是一次练习题，记录下你的反应，看看你是否能比过去更快地从愤怒转为理解，从激动转为平静。观察你的心灵是如何在这些练习中变得越来越强壮，不要只是听斯多葛，要去活出斯多葛。记住，通往智慧的道路是孤独的，但你并不孤单。马可·奥里略、艾比克泰德、塞内卡以及历史上无数追求真理的灵魂都与你同行，我们共享同一种理性，同一个宇宙，同一种命运。当你选择原谅无知，选择美德时，你就在与这些伟大的灵魂共鸣，你就在参与这场跨越千年的人类自我救赎的伟大对话。这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开始。每一次你选择不被情绪绑架，你就在重塑你的大脑，重塑你的命运。每一次你选择理解而非仇恨，你就在为这个世界增加一份和平。这就是我们作为斯多葛主义者的使命，在这个充满无知的世界上顽强地守护着智慧的火种。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关掉这个视频，回到现实生活的喧嚣中时，请带着这份新的觉知。当无知向你袭来时，不要举起盾牌，要张开理解的怀抱，因为最终治愈这个世界的不是更多的愤怒，而是更多的光。去成为那道光吧，哪怕微弱，也足以划破黑暗。你准备好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成为那个清醒的观察者了吗？你准备好放下仇恨的重担，轻装前行了吗？如果是，那么欢迎来到斯多葛的世界。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也是唯一通往真正自由的路。现在深吸一口气，走出去，去过那种值得一过的生活吧。